欢迎来到扭转乾坤，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。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。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 Gawan Food 这家冷藏食品的公司，分析他们最新公布的业绩。那么今天我们将会来看看一家近期股价好像坐火箭的股票。对于这家公司，小编我在今年2月14号情人节，在小编的看透股市交易群发过他们的分析了。想要加入的朋友们，可以在 pin comment 的 Telegram link 私信小编加入哦。那么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、点赞，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，好让 YouTube 的演算法能把我们推得更远，让更多人学习马股知识哦。你们还记得在小编的影片曾经客串过一位叫林先生的人吗？当时他问了小编几个问题，小编都陆续被打脸了。这里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回到小编之前的影片观看哦。那么今天要说的就是当初林先生向小编发问的公司 D&O。言归正传，你们也不需要太过纠结这位林先生到底是否存在，还是只是小编瞎掰的一个人设。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看这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和它所存在的潜质。那么这支影片将会带大家更深入的了解这一家公司，并且看看他们新出炉的业绩。首先，小编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D&O 它一路走来的经历和坎坷，直到今天的辉煌。D&O 原先在2000年是一家主要做 OSAT， 也就是半导体组装和测试外包服务的公司，之后在2011年转换成为制造消费类 LED 的公司。但是由于中国和台湾的同行对手加入，使得消费类的 LED 竞争过于激烈，导致盈利收低。而这也让 D&O 在2015年做出了一个大胆且重大的决定，那就是进军技术含量偏高的汽车 LED， 而这是需要很多研究和经验才能进入的行业，也就是说这个行业的门槛属于偏高的。但是由于 D&O 有着之前做消费类 LED 的经验，这也让他们在进军的路上有着一定的优势，而努力与大胆的转型和扩张之下，就有了今天辉煌璀璨的 D&O。 那么很多人可能对汽车 LED 这个行业并不是很了解，那么小编今天就带大家也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，并且看看未来的需求量会否增加。首先，很多人会好奇汽车 LED 的市场还能再开拓吗？不就是前后两盏灯吗？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现在的汽车更加注重美观，而且 LED 的运用不只是在汽车的外观而已，而是在汽车的内饰，比如说汽车的 dashboard、仪表器和 ambient light 等等，都开始使用了 LED。那么为什么这些车会选择使用 LED 而不是传统的大灯呢？原因就有几个。首先是因为 LED 会比传统的大灯在照明时来得更加的亮，而且寿命也更加的长，更加的耐用。那么除此之外，当然是 LED 更加的省电，而且可以调成不同各种的颜色。而现在很火的电动汽车就是完全依赖电力的，所以要节省电源，好让汽车可以行驶得更远，那么 LED 灯当然少不了了。因为传统的车灯的耗电量是50个 kWh， 而 LED 车灯的耗电量只有15个 kWh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车只会用更多的 LED， 而且现在很多车都还没有用上它，相信之后汽车 LED 的市场将会越来越庞大。那么 D&O 在生产汽车 LED 方面是分为3种，分别为 OEM、ODM 和 OBM。OEM 就是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，也就是 D&O 把 LED 灯生产出来并贴上他们客户自己的品牌，而客户完全不干涉任何设计。而第二个 ODM 就是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， 也就是 ODM 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和设计生产出相对应的产品，然后使用的是客户的品牌。而到了第3，也就是 OBM 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， 也就是 D&O 生产他自家创立的品牌。那么简单介绍完了他们的公司，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表现如何。首先，他们的收入是从上个季度的 158.9 个 million 上升到了 209.6 个 million， 一共增加了 50.7 个 million， 也就是 31.9%。而盈利方面则从上个季度的 14.7 个 million
million， 增长到了这个季度的30.3个 million， 足足翻了1倍之多。而背后的原因就要归功于他们从上个季度 9.3% 增加到这个季度 14.5% 的 profit margin 了。那么很多人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在扩张？因为毕竟这个季度 full capacity 的生产量，那么下个季度要更高的盈利，就需要更多的生产量，对吗？那么这里 D&O 也为你们捎来了好消息，他们的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在这个季度是有增加的，从去年同个季度的222个 million 上升到了255个 million。此外，在财报中他们也有提到，他们运用了72个 million 去提升他们的生产量，提高机器的效率和 quality control， 而其中的38.6个 million 其实是建设新工厂的每年 depreciation charge， 也就是折旧费用。那么 D&O 这个季度手上的现金流比起去年同个季度的 42.5个 million 也增长了大约 19.3个 million， 达到65.8个 million， 而公司的贷款加起来总共是 109.6个 million， 算是健康，而且 gearing ratio 也不会太高，大约在 0.76 而已。接下来这个季度我们看到，其实 D&O 的汽车 LED 占了 206.35个 million， 而非汽车 LED 只占了3个 million。 而至于市场方面，他们主要是以亚洲区的客户为主，因为亚洲就占了他们总收入的 69%，而欧洲则占了 20%， 至于剩下的 11% 则由美国和其他国家贡献。这个季度我们看到亚洲和欧洲区的收入都有在增长，只有美国的在下滑。此外，他们的客户很多而且很广，基本上你们想到的汽车品牌都会和 D&O 生产的汽车 LED 扯上关系，例如 Honda、Toyota、Mazda、BMW、Mercedes、Porsche 和你们最爱的特斯拉。所以依赖单一客户的风险不会出现在 D&O 身上。那么 D&O 的老板也表示，他们每年都会拿盈利的4到5% 出来用作研究与开发的费用，毕竟在科技这一行永远都要比对手先进，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。而对于新进入的竞争者中，老板表示他们并不畏惧，因为他们的产品注重的是品质和细节，因为他们有着这个领域的顶尖人才，这些是复制不出来的。而他们未来还会生产他们研究的 Smart LED 智能 LED 灯，而这种灯的 Average Selling Price ASP 平均售价也将比现在的普通汽车的 LED 来得高。此外，他们也在生产一种叫做 Smart Packaging 的东西，这是一种把 IC 也就是 Integrated Circuit 和 LED 融合成为单一配件的技术，而这就可以减少 LED 灯的体积和重量，达到更加节省能源与空间的效果。而这两种产品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年贡献公司的一部分收入，而且陆续会增加更多。那么公司对未来的展望是非常乐观的，因为全球汽车的销量正在增加，而且全球各国都在积极的推广碳中和，减少碳的排放量，因此大力推广电动汽车。而电动汽车是使用最多 LED 的汽车，所以 D&O 预计也将获利其中。而未来的新趋势也将是电动汽车。那么你们觉得 D&O 未来还会更好吗？是否他们的股价已经达到了一个饱满的阶段了呢？还是会继续向上冲锋？欢迎到留言区告诉小编哦。下期更精彩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